歡迎來到無限軌道計劃，我是雷克斯。今天我們來到我們的木港車站這裡哦。話說這邊前段時間新開了一間烤雞店哦。這個烤雞店啊是優尼來這邊開設的哦。話說店員呢？怎麼沒有店員啊？店員在哪裡？店員在哪裡？我想吃肯德基，這不是肯德基。是說他來開店的話，我們應該可以收一點租金吧？一個月收他1箱的生雞肉，我覺得應該挺不錯的，可以拿回去給蘑菇島上的餐廳，讓阿成師來做料理哦。畢竟蘑菇島上只有蘑菇，沒有蘑菇雞。另外這邊還有2個店面的位置，目前已經被預定下來了。只不過到底什麼時候要進駐啊？也太久了吧？那其實我們今天到木港車站最主要的工作是為了連接我們的鐵路系統哦。之前蓋好車站之後呢，這邊的鐵軌其實一直都還沒有向前延伸。那麼大家如果看今天的影片封面以及標題的話，應該就知道我們要開始來建造我們的跨海大橋了。而這個過程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呢。畢竟整個跨海大橋光是直線距離就有將近700格遠哦。不管是這個跨海大橋的設計，又或者是材料的收集，想必是非常非常耗費時間的，對吧？那我們先到創造模式，帶各位看一下這一次所設計的跨海大橋是長什麼樣子吧。Let's go！ 這個就是這一次我們的跨海大橋的主體結構哦。那預計會是以這個模式不斷的把它堆疊到大概700格長左右的距離。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建築主體材料啊，有用了一些黑曜石、緋紅岩還有銅磚，而在底下這邊有用深板岩碎石標記的，基本上這個就是在水面下的位置哦。水面下就不填黑曜石了吧？連水面下都是黑曜石也太誇張了吧？而在上面的平滑石頭拌磚的部分，則是我們鋪設標準軌道的地方哦。到時候這邊應該會直接跟我們現有的鐵軌直接對接起來。以這個海上大橋的設計，這樣一節的長度是24格哦。而我們的跨海大橋總體長度大約是在700格左右，也就是說我們需要30組同樣的材料來去把它連接起來。我還是先把這段藍圖存下來之後，來去生存世界計算一下需要多少材料吧。OK， 我們的材料清單也已經列出來了，就在這邊。那可以看到這一次的材料總共有6頁，全部準備30份就可以了。數量比較多的是這個黑曜石哦，總共一組的話要343個，換算成30組的話，黑曜石的數量也是破萬了。而這個緋紅岩的話呢，我們底下自己可以生產，所以應該不會花太多的時間。說到這個黑曜石的話，其實我的蘑菇島上一直有一座黑曜石機哦，而且是蠻小型的，一直沒有在影片中正式出現過。不過如果之前各位有看過凱俊蓋的黑曜石機的話，應該就會知道，其實它是抄我腳底下這一台的哦。而且我這台黑曜石機的產能呢，其實非常非常的慢哦，因為我這邊只用了16個岩漿鍋釜，讓它慢慢滴哦。那每滴出1桶岩漿之後，這邊就會生成出1顆黑曜石。雖然我已經收集了很久的黑曜石了，但很明顯的不夠這一次的建築使用哦，所以我們就來去凱俊加一下吧。剛剛發生了一點意外哦。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呢，做壞事的話，還是不要這麼光明正大的講出來比較好。剛剛這一摔啊，摔到我的脖子都歪了呢，可憐啊。OK，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家現在黑曜石有多少吧。還有54000，那沒有問題，我們就拿一點凱俊家的黑曜石來蓋我們的跨海大橋吧。想必這個數量他應該是不太容易注意到的，對吧？
最麻煩的黑曜石既然已經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材料清單中有幾項比較特別的東西。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懸臂以及懸臂支架，另外還有這個張力裝置。在我們的模組包中有增加了一個 Create 的 Pantograph and Wires 的 Add-on。這個模組所提供的物品可以讓我們用來建造看起來更加現代化的火車。懸臂支架的話是透過3個鐵錠丟到工作盆中，透過加熱滾壓機壓縮成型。我丟，有了，這應該是最簡單的。接下來我們來看張力裝置，這個東西就要用機械製造了。我們需要鐵條3個、2個齒輪、4條鋼線以及4個任意的這個石磚系列都可以哦。那這個鐵條的話呢，則是把鐵板拿到切割機切出來。鐵條，接下來的鋼線，我們來看一下，把鐵板用機械手拿剪刀可以剪出來。所以剪刀給你，鐵板放着，這樣我們就獲得鋼線了。至於為什麼鐵會剪出鋼線來，不重要啦。我們來合成我們的張力裝置吧。最上面放2個齒輪，最左側的話都是放鐵條。那這邊4格放鋼線，最下面4個放石磚。哦，開始合成了。OK， 這樣就獲得我們的張力裝置了。不過這玩意我要做60個。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懸臂，而這個懸臂的話是要用鐵棒束，然後加上絕緣端子、心力，最後再用滾壓機壓一下。而這個鐵棒束的話呢，則是需要用4個鐵棒把它合成在一起，而這個鐵棒又可以透過鐵條再用切石機再切出來。鐵條把它切成鐵棒，鐵棒再把它合成出來。而綠色絕緣端子的話，我們需要的是綠色玻璃加安山合金，綠色的玻璃加上安山合金，再拿上心力。那我們把鐵棒束放着，給它絕緣端子，再給它心力，壓一下。這個步驟要重複2次，壓最後一下，懸臂1個完成。這玩意才是最複雜的誒。那麼我們就趕快把這些材料全部收集完成之後，再來準備打印吧。好嘞，各位，我們所有的材料都已經準備完成，放在我們的藍圖大炮工作站裡面了。不過我後來發現這個張力裝置可能沒有辦法用藍圖大炮來打印哦，所以我已經先把它另外放到我的身上來，之後我們再手動來放置吧。那麼我們就先打印1節出來，然後看看要花多少時間吧。Let's go。你們剛剛大概經歷了12秒鐘左右的縮時，而實際上打印出來是花了12分鐘左右，而且這個打印的狀態好像也怪怪的。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懸臂支架，正常來說這邊應該是要像這個樣子把它連接起來。那我在猜，應該是因為物品的標籤名稱不一樣哦。像這個懸臂支架，另外這個看到的是懸臂支架桿連接的部分。由於物品名稱不一樣的關係，所以藍圖大炮找不到，就把它忽略掉了。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自己手動把它補上來哦。除了上面的連接桿之外，旁邊這邊我也有用這個黑橡木的指路牌來做裝飾哦。不過不知道為什麼藍圖模組好像也怪怪的，這個東西也是不會被打印上來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旋鈕現在是提供能量4哦，正常情況下這個齒輪方塊是會轉動的。不過我們還是要自己手動給它動一下哦，它才會開始轉哦。另外還有這個金屬交叉支架，裡面應該是要有填充方塊的，同樣藍圖模組也不認得。我們手動給它填上去。至於鐵軌的部分，之後我打算用手鋪哦，因為它還要鋪底下的半磚。那玩意就我所知，藍圖模組也是沒有辦法打印的哦。
那就像剛剛所說的，這樣一節鐵路橋，我們剛剛打印總共花了12分鐘，而總共要打印的距離是30組，換算下來要6個小時誒，幫我按個讚好不好？很累誒，那我們就繼續打印嘍。6 hours later， 8個小時，實際上花了8個小時的時間，將這個跨海的鐵路大橋給它接到蘑菇島上來了啊，真的是有夠花時間的。後面這邊也有先做了一個圓環，可以讓車子回轉哦。至於車站的話，以後再說吧。那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其實在中間都有一條路可以走，而且在這底下其實鋪着靈魂沙哦。至於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下去看一下。這裡有一個地板門隱藏的地板門可以打開，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鑽下來。然後這邊我有先開了一個洞，這裡可以看到這底下也有靈魂沙加水。這玩意是幹嘛用的呢？3、2、1，答案就是抓海豚。你猜對了嗎？那我們將這隻海豚給它放進去。兄弟，進去，然後給它一個命名牌，這樣它才不會消失哦。我們把它命名為生物加速器，然後關起來。至於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原因在於我們的裝備上面，各位看我這個玉髓靴子啊，這個鞋子上面是有深海漫遊4以及靈魂疾走4，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水底下高速游泳啊，各位。那麼我們就把這整條水道都給它鋪滿水，然後抓海豚吧，別走開哦。火車嘟嘟嘟開到哪裡去？嘟嘟嘟開到蘑菇島。這裡的風景真的好美麗。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就交給你們嘍。也可以拿起手機按一下熱推哦。我是雷克斯，我們就下一集的無限軌道計劃再見嘍，大家拜拜。嘟嘟。清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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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